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我个人非常开心，因为请到了两位硅谷脱口秀的强力战将哈。那个一位是这个 Sean 杨王，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另外一位是 Richard，你好，你好。h e l l o h e l l o 对，我知道两位最近刚刚录制完咱们北美第一档中文脱口秀的综艺节目《超放脱口秀团建》哈，那个我看了也是看得我非常激动啊。这个咱们在北美终于也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娱乐生活，还有节目啊，这个太不容易。我自己一直就是看很多脱口秀啦，但是看国内脱口秀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时间生活长了，就会跟国内的实际的情况会不太一样，所以听自己的人讲咱们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感受和共鸣其实是更多，然后限制也更少嘛，对吧？所以我就是特别激动有这么一档节目。两位要不要聊一聊你们参加这个节目有什么感想啊、收获啊？随便什么，你们听听你们的想法。我蛮想听听看 Richard 的想法，因为我觉得 Richard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听众可能对于国内的脱口秀更为熟悉，但我觉得 Richard 你跟美国就英文脱口秀也非常接触非常多嘛，所以我觉得蛮好奇听一听你的想法会怎么样。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先说说我的背景啊，因为我平时是讲中文脱口秀，也讲英文脱口秀。我是14岁就来了美国，所以，我平时其实听英文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脱口秀的内容来说的话，我也是英文拖的比讲的比中文，sorry，英文听的比中文要多得多。呃，说实话，其实中文脱口秀基本上只听可能3、4个人的吧，所以其实听的算很少的。然后我知道我们这边的脱口秀演员有的时候还会听中文的播客等等，我基本上不听，只是听英文这一边的。所以对于我来讲，参加中文脱口秀的综艺节目，嗯，还是有一些文化冲击的吧，觉得很有意思啊。具体比如是什么说，冲击？我对啊，们很具想听听体具体说冲击怎么样的的部分。冲击呢？首先，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卷啊。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本身也很卷，因为美国人也有竞赛，他们也会在比赛之前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但是我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中国人在美国这一边，他们本身都是好学生，才在这边可以留下来嘛，所以有些在大厂里面工作靠刷题进去等等，就是有很多这种比的天资吧，比的习惯吧。所以怎么说呢？就在比赛之前的前一天、前2天，我会看到有些人在那里冲击啊，冲刺啊。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们会为了训练自己的段子，就逢人便讲。比如那边我们有一个加拿大的演员嘛，他就是看到一个别的朋友，他就会说我能不能跟你练一下我的段子，然后你还没有怎么同意，他就马上讲出来，而且脱口而出，一个字都不落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中文有一点点生疏，所以我讲话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这种 buffer，你知道吗？所以我看到他那种脱口而出的话，觉得很牛。嗯，然后还有什么别的文化冲击？就是说这个节目的竞赛的机制的设计吧，觉得挺搞笑的。它里面会有很多悬念的镜头、悬念的环节，有一些什么救人的环节啊，还有这种他最后拍摄的时候把一些很残酷的地方都表现了出来。其实我觉得跟国内的脱口秀大会也差不多吧，跟它是同一种风格的。然后我这样讲给你们听的时候，我其实也意识到，美国有很多真人秀也是竞赛风格的了，无论是讲这个做饭的，还是恋爱的，还是什么像以前有那个飞黄腾达，就特朗普搞的《The Apprentice》找工作的，其实都是竞赛性质。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中国这个语境里面的时候，我总会让我联想到以前在国内参加数学竞赛的那种感觉吧。所以就会尤其觉得卷。我以前跟 Sean 说过，我每次上小红书，我都觉得压力很大，因为
我总觉得小红书上每一个人都在非常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总得跟他们看齐这样子。所以有可能不是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卷，而是我跟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更卷而已。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在自己比较卷的时候生长在中国，应该这样讲。所以我跟华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联想到，不由自主的联想到了我以前参加数学竞赛，所以就会更卷一点。你们整体录节目的氛围，我感觉至少我从看节目的角度来说，我好像觉得大家还是挺其乐融融的，这个和和气气的、欢聚一堂的在玩儿。所以这个卷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大家在卷嘛。我觉得可能不同选手的风格不太一样吧。就比如说，我有两个很极端的，比如说有的选手说：“哎呀，其实我没什么搞，我就想赶快被淘汰，能讲一篇就挺好了。”会有这样的选手，或者说还会有另外一边的选手，他会研究这边计分的规则，还会说什么哦，这边积分规则的话，我其实应该讲更保守的内容，我要确保更多人喜欢我，而不是并我要确保更少的人讨厌我，而不是更多人喜欢我，也会在里面斤斤计较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很不一样。那你们是什么心态去在里面？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的，因为我的素材内容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也不会去策略化，你知道吗？不会去优化，就是有什么话题就讲什么相应的段子就好了。但有些选手的话是，就是后来晋级走的比较远的选手，我会发现他们会想的更多一点，就像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报名这个活动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过去玩一玩嘛，顺便节目组报销住宿是吧？去纽约玩一玩挺好的。而且包括我之前有参加过，2年前吧，1年前了，2年前好像多伦多的一个喜剧节嘛，他们没有录节目，但是也算是把北美的一些做中文喜剧的朋友邀请过去，然后做了一个比赛。然后那次的体验就很好，因为你会觉得，这些大家都对于一件事情都很热爱，然后这样的话，这些人聚在一起，平时就算不比赛的时候还会聊天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酒店里面聊稿、聊喜剧，聊到很晚很晚很晚，那种感觉就很棒嘛。让那志同道合的人在那边去聊些东西，那个体验很不错。所以当时纽约这个活动的话，我也觉得，哎，至少报销机票去纽约玩一玩，然后认识各地的那些脱口秀演员，可以成为好朋友，然后聊聊喜剧，那个体验很棒嘛，就去报名了嘛。然后在准备的过程中，慢慢在整理我的稿件吧，然后慢慢的变得说我想要去走得更远一点，因为慢慢的会梳理出来，比如说就有每一份稿件都有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就倒真不是说想要得更好的名次，而真的是觉得每一篇都有至少一个我很想跟更多人表达这样的一个 message。然后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想要进最后一轮，然后并不是说要名次，而是因为最后一轮那篇稿那个话题，我有一篇我自己非常想表达的东西。啊。我其实总体上感觉你，你的表达非常真诚，在那个节目里，所有讲的都是你亲身自己发生过的故事，而且你的主题非常的，关注在你的身份认同这个小的一个区域里，我觉得就这一点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没有去为了要取悦谁，或者说去，有一个更好的什么效果而去。讲一些更大众化的内容，而是专注在自己，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有这些想讲的，我就是有这些想表达的。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即使看国内的那些脱口秀的节目，到最后那些很多很真诚表达的，反而到某一个阶段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或者是某些个别的场次效果不是太好。你是怎么 balance 这种选择呢？还是说你根本也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我就是讲我想讲的，讲我想表达的。就不 balance 啊。我不知道 Rachel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知道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呃，只有我讲我想讲的东西，我才能够讲得很舒服。我不知道 Rachel 是怎么感觉。对对，
我同意，我同意。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真正有情绪在带动的话，其实，嗯，除非一个段子就是讲出来效果特别特别炸，不然的话，我觉得讲出来觉得心里很虚。嗯而且主要是你去讲一个段子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炸，一场可能很炸，那每一场都会如此吗？其实也不一定。另外的话，我觉得你的情绪是不是真实的话，观众也会有所了解，所以我还不如去把自己真实的一面给说出来，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情绪才可以每一次都不是去演出来的，而是真真正正表现出来。我比较羡慕 Sean，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的前提多好啊，对吧？就是你有一个，就是你总是有事情困扰着自己，所以你又很想把这些从事情给，自己困扰了自己，变成了可羡慕的。对啊，你，对啊，因为他就是他的每个 waking second，他的每个醒着的时候都是其实，嗯，有一些事情是有烦恼的嘛，这烦恼围绕着他的话，他就甚至不得不去把这些事情讲出去。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情绪，其实应该没有 Sean 的那么的大，因为我讲的话就是，例如说什么对广东人的误会啊，还有做父母有多困难呐、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搞怪的，就是滑稽类似的性质的，都没有 Sean 我觉得那么直击灵魂。因为对 Sean 来讲的话，他的 whole existence，他自己存在本身就在很多人很多很 conservative 的人看出来的是很 questionable 的，所以呢，他就要自卫嘛。然后他用幽默只是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一种表达的工具，但是他的初衷就是他要自卫嘛，这是我的理解啊，是吧？我不要把 words 放到你的 mouth 里去吧。然后我跟你开玩笑，就是我很羡慕你的这种需要自卫的前提，所以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观众会体验得到嘛，肯定是嗯。觉得是真的，不会有人假装这个东西跑上来讲这个。没有，我觉得 Richard 那个，我觉得你讲，比方说讲家里做父母这个一些情况，就我是很能感同身受的，我是 get 到那个 point 的。但是是不是可能现场的观众因为都比较年轻，嗯、因为 Sure，对对对，其实是发生过这个事儿的。那个今年的那个去年国内脱口秀那档节目也是有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选手就讲家里小孩的事儿。做父母的事儿，嗯，然后发现现场效果就不是特别好，因为台下坐的就是小年轻，都没有小孩儿，所以他讲的那对，些东西，但是你看下面很多观众后来评论说，诶，他讲这些家里的事情其实讲的很好啊，我就 get 到了，为什么现场的效果不好？可能就是跟这个观众现场的这个哦，年龄层次有一定的关系好啊，你可以把那些观众的评论可以截屏发给我，现在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啊。我回头但是有发给你，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对，可能。我回头发给你那一期，在线下开放麦讲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观众有儿女的话，自然会更加容易共情，这是很自然的。是的，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可以更大众化一点，也是需要喜剧技巧。我相信其实这里面可以有深挖的地方。是的，是的。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聊到像这个独特的身份，我真的是听像的脱口秀才知道熊是个什么概念，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啊，说实话，就是他坚持在讲这些事情，嗯，就是一个普及，就是消除隔阂，然后让大家更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特别有意义。我其实很遗憾，就是你在最后决赛那个的时候，别人都在冲决赛，你还在，你还是坚持了你的初心，没有去那样的往上顶，或者也许你把最好想讲的想留到最后但是没有因为那冲进去，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我被淘汰那一轮，一方面确实那一轮就比较特别吧，因为它是即兴轮嘛，其实我们很后面才知道那一轮的主题是说我要竞选美国总统，然后准备的时间就非常少，而且他那个话题非常的非常 specific，它就不像之前那一轮，比如说我是个恋爱脑，或者说是此地不宜久留，是一个比较容易你能有现成的东西往上套的东西。就是竞选美国总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specific，的而且我发觉我人太老实了，就你会发觉其实有些尽职的演员，他其实讲的内容跟美国总统没什么太大关系。对，exactly 然后观众 exactly，其实
观众其实不 care 这个事情，观众觉得哎好笑就 OK 了。你只要能挂到人边，或者开头结尾对呼应一下，就对，过去了。对，然后我那篇稿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能做出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挺幸运的，因为之前一开始准备的时候真的很头疼，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但后来还是说能够用一个框架把之前的一些段子，包括也清洗了一点放进去，然后讲完了这个东西，并且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很喜欢的一个表达在里面，这样一篇稿件。然后唯一的那个票数很低，坦诚来讲还是低于我的预期嘛，也不知道场上什么情况。然后只能说，可能当中的有些梗，因为时间的因素不能打磨的特别好，不能让嗯。所有人都喜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冒犯，我觉得那个就只能说是比较可惜了。是，我也觉得挺可惜，我也觉得挺可惜。我觉得其实看你以往的这个演出效果都还是挺好的，可能确实是临时的这个题目确实有些困难，那个要去往这上面靠。我看他们很多人那个段子往上靠的也很牵强，就嗯但是就是把自己平时储备的比较好的东西拿出来，我觉得这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一个比赛性质，大家都要在短时间内去创作嘛。嗯我其实看最后的决赛，我看小飞那篇稿子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就是最后决赛他讲的那篇稿子，而且就像节目里大家说的，就是他本身在这个赛制里的进化是非常明显的，每次都是擦边晋级，擦边晋级，最后最后的第一名，就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的impressive，而且最后那篇稿件确实很出彩，就是冲击力非常强啊。嗯，那就是大家其实肯定也有都帮忙了，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比赛的环境里，就短时间内给人一种压力，像 Richard 讲的，就是他可能就觉得是一种卷啊，但是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逼大家一把，看大家能够突破自己，找到一些这个爆发性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参加完节目，觉得自己成长了，进化。或者是这个升华了，或者是诸如此类，有什么变化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些变化，因为确实是在两个周末里面，这两个周末都是分3天嘛，就是你所思所想全部都是喜剧，你浸泡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周围都是一些想要进步的人，在在这样环境下面的话，肯定是会有变得更强。嗯，我记得小飞的话，他是在决赛之前的那个晚上，好像不知道他睡了没有，好像2、3个小时最多，然后其他时间全部都是在改稿，而且确实有很多人给他的建议。那他采纳那些人的建议了以后，把他最后再打磨成以自己的口气说出来的东西以后，那他肯定就得到升华了嘛。我觉得我自己肯定是有一些进步，而且说实话也会对比赛这个东西更加的老练一些了。如果还要再参加比赛的话，这个段子应该分什么时候讲等等。既然去了嘛，那就好好比嘛，不然的话就不然的话只是玩一场的话，那到处都可以玩嘛。那样玩的话，还不如在台上玩，不要在台下玩嘛。那我觉得在比赛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就学会一些田忌赛马的技巧了。去像我赛马这次的技巧，什么是对啊，天气？像我这次就因为我拿了一些比较好的内容去救了小飞嘛，其实这是最戏剧性的。当时救人只有一个名额嘛，是我拿了下来，然后是险胜 shot，好像0.3还是0.2%，所以但是我当时没有必要这样嘛，我当时就算是得了最后一名没有关系嘛，我不把小飞救出来没有关系，然后把自己好段子拿去到后面去讲都可以嘛。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昏了头脑，就觉得我要救人的话，我就也不是要就要，昏了头脑，而就且而且另外一是这个点是有一点点大这个爱大爱。自大了，我会觉得我后面段子也一样好，但结果最后一个段子就得的分比较低一点，因为里面确实还是加了一些新的内容，甚至以前没有试过的内容，嗯。所以对啊，所以在比赛方面的经验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丰富。
然后我的话是觉得，一方面其实，节目组它会有编剧嘛，会安排一些编剧。这次我们有北美的几个俱乐部有包括之前上过脱口秀大会的朝阳老师，也包括有其他比较有经验的一些演，朝阳去了吗？当然没有去，但是他做编剧嘛。哦，远程去协对对，助去。他们远程会帮我们改稿，然后包括也有英国和法国的两个中文脱口秀俱乐部的朋友，然后记得一开始的，特别是第一篇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轮的不断的改、不断的改、不断的改、提意见、收集这样一个过程。我记得我第一篇初登场那个稿，差不多得改了有5、6版部至少吧。然后慢慢的才就是不断的有问题，不断去修复这些问题，慢慢的才会打磨出一个至少我觉得就质量上的来说，比我之前以往所有的稿都要好的一个5分钟的稿。然后，并且我通过这个过程不断的改稿的过程中，也当然是学会了一些脱口秀方面的技巧吧。你比如说，你会发觉，比如对我来说，我第一篇稿其实这脱口秀叫前提嘛，就相当于主题嘛，就是其实每个段落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刻板印象给我造成的困扰。嗯。然后这样的话，这一篇稿这么去写了之后，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我觉得这都是通过比赛来学到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像 Richard 说的嘛，我觉得真的是那段时间那2周的时间，因为就是很多喜欢脱口秀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一直在聊天呐、一起聊稿啊，就感觉像是我跟朋友形容，就像是在去霍格沃兹一样。就是去完那个节目，回到湾区，回到普通世界之后，真的有种那种霍格沃兹放暑假的感觉，就是你会发觉周围的人居然是不会魔法的，你会跟旁边聊天说，哎，你怎么说了2分钟还没有梗，怎么回事情？然后你的 Uber 司机回过头说：“先生，我们没有这嗯，个服务。”什么东西？没有开个玩笑，跟你说你怎么说2分钟都没有梗，然后你的 Uber 司机跟你说：“先生，我们没有这个说梗的服务。” Uber 司机，就是他说，在那段时间内跟大家聊稿的时候，就会每一天的24小时，可能都是一个跟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稿啊，包括加了新的梗啊，就很高密度的可以去提升自己的稿件这样。嗯，那呃，我再问一个就是从我的观察来哈，就是我特别喜欢咱们自己北美脱口秀团建里面大家的话题，就这些话题，在国内的中文脱口秀你是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不嗯，管是像说的这个同性恋相关的话题，还是然后就还好几个选手都讲了相关的话题，对吧？还有是说很多人都讲了 H1B，对吧？这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在美国择偶的问题，嗯，就这些问题就很难在国内的脱口秀能够见到。嗯，你们据你们的这个观察也好，或者是你们参与的感受也好，在话题的选择上，和国内脱口秀是不是确实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因为大家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就即使国内脱口秀讲的很好笑，或者是效果很好，但是可能也不一定在这里会适用。所以是不是从这个选题选材上就已经跟国内的脱口秀会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嗯，可以开始吗？我这个太明显了，我这还在国内的，不可能在线上上线上嘛。我印象非常深刻哦，之前在优酷上面看到很早期的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单立人就是北京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脱口秀俱乐部，是周奇墨那个，对，就周奇墨，包括小鹿，他们原对，来那个俱乐部嘛，他们之前也搞过那种放到线上的那种脱口秀的比赛。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演员，然后别人都是讲6分钟的时间，基本上一篇稿差不多比赛就6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但是他只有2分钟，他基本上自我介绍了之后，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自己做医美的一个段子之后就没有了，就很奇怪。然后后面评委评论
评委评论环节，比如说刘洋也是，刘洋教主也是评委嘛，他说非常棒，非常棒，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身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跟帮助大家消除很多的隔阂和误解是很有帮助的。嗯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大概讲了什么东西。嗯然后，但是最后他出来呈现的结果就是那么2分钟，那些东西一个都没有，然后使得后面刘洋教主的那个评论变得更讽刺。嗯哦，是这样，就是被剪了是吗？对，就完全被剪了。哦，然后，所以我觉得至少这就是至少国内就是有些话题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被听到。嗯，然后对对，让我觉得很可惜吧，让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嗯我之前还看了一个电影，就是《魔法坏女巫》（Wicked），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就很击中我，就是当时的那个城市那个翡翠城的管理者说：“Animals should only be seen, not heard。”嗯。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相对来说在海外做中文内容一个好处吧，就相对来说话题可以更广泛一点，像我们这样的不被允许被社会看到的人，能够被社会看到。真的是，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有价值，嗯，然后也给大家一个表达的空间，嗯，就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像 H1B 这种事情哈，嗯，甚至有时候比同性恋还能难讲，就是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 H1B 对吧？来都是读书找工作，嗯但是你会发现很少人讲。甚至比同性恋讲的人还少，因为在至少美国是比较 diverse 的一个 culture，同性恋这些话题聊的还是比较 public，很多人都聊。但是 H1B 真的你看有多少人 public 的来说 H1B 这个身份的困境，他的一些困难，其实很少，人都是很脆弱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 vulnerable 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讲出来也其实是很有意义，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有共鸣，你看凡是讲 H1B 的，大家都听得懂，对吧？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价值，我特别喜欢。我们现在有一些演员开始讲签证的问题，签证的烦恼。我觉得嗯，这个其实不错。他讲的不是 H1B，他讲的是要去领事馆续签的这个困境。如果你有美国身份的话，你就不用再去续签搞这种续签的事情了嘛。他是，这个大前提一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有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嗯，想要写出很多内容来，应该是 OK 的。所以我也很惊讶，因为我在硅谷脱口秀俱乐部已经讲了差不多3年了吧，也就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讲签证的这个困难，好像很多其他人还是讲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签证我们都经历过，就是担惊受怕，你知道吗？尤其是在上一个 Trump 的 term 的时候，嗯，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出美国，对对。避免去做这么一趟事情，减少一个被人家卡脖子的机会，就是就大家都很难过，就是这些日子都不好过，所以这个确实是大家很感同身受的一个事儿了，嗯其实 Zoe，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因为嗯我和 Sean 都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表演的人嘛，嗯，苏东坡不是有句话什么，不知山什不么长什么知庐山样子，真面目哈，因为只缘不在身在此此山中。山中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作为旁观者的话，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觉得让你很惊讶的地方？然后有哪些你觉得应该改进的地方？哦，改进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哈。那个我觉得 好，惊讶的地方是，就一开始哈，一开始我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我还觉得就是整体的比赛的质量哈，没有达到我一个的预期。我一开始因为嗯看很多国内的脱口秀节目，可能胃口被吊的比较高，对吧？像这种脱口秀的综艺，肯定是希望很多人对吧，有炸场的选手出现。一开始还没有找到那么一个达到那么预期，但是越往后这个节目的
大家的稿子也好，大家的实际的效果也好，就肉眼可见的急速的提升，一直到决赛，然后到小飞那篇极其炸场的稿子，让人有种这个潸然泪下的感觉。虽然这4期每一季都在潸然泪下，对吧？但是我是真的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是真的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嗯，加上前面这些情感的铺垫，对吧？4期天天在铺垫，我做节目都不容易，对吧？然后，当你看到有这么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这整件事情，我觉得就值得，就真的值得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是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嗯，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看久了的话，你跟这些演员之间有一些感情了，你会觉有的，得你对肯定这个人是有的。越来越熟悉了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批判性的看着嘛，这小子到底是谁？这或者这对啊，这一开始我就看你这人们两个，因为我就认识你们两个，其他哦，我都对啊对啊，不认识，是啊，我就看，其他人就哎，说你正好 你一定要 Richard 逗在我笑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方？哦，对啊，到后来的话，你跟他们熟了以后，就变成你的朋友，你就会 root for them，对不对？你就会有一为他们定的打气。有一定的这样的因素吧，有一定这样的嗯因素啊，肯定是有的，不可避免啊。但是那个稿件的质量，我觉得这也是肉眼可见的更好了。如果你跟最嗯开始前面2期的稿件比的话，这是一个我特别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种精神吧，就是咱们在北美华人，对吧？基本上文化生活是极缺的，极缺，就没有，对吧？你看哪吒2上映这个爆满的程度，你就知道大家平时都给憋坏了，对吧？你没有这种中文语境的这种文化生活的参与的可能性，而且，嗯，再加上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北美生活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的困境，你心里的苦闷，你心里的烦恼，跟在大陆生活的人会慢慢的就会不一样了。你不管是德云社过来，还是脱口秀过来巡演，他们讲的东西并不能够真正的直击你的灵魂了，就很多时候，对吧？但是这里的人不一样啊，大家就是同样的情况，讲的东西就是能够直抵人心的，所以由我们自己的人组织起来做一个节目，我觉得质量很高啊，这节目质量就是后期的制作这些，其实质量挺高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当然可能没法跟脱口秀大会比，但是就一个综艺节目的这个该有的，我觉得都有了。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一个节目做出来，我觉得你们明年一定要接着搞啊，一定要接那着搞。还挺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跟国内我脱口秀的朋友聊了聊，就是他们觉得也挺喜欢这个节目的。然后他们喜欢的点是因为他会觉得很多话题很新鲜，哎，是我刚才是说这个话题的选择是不太一样，他会说国内其实你看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因为大家卷了这么多时间，会变得话题很单一，无外乎骂老板、骂因为前男友、国内前女友，然后还有骂什么？哦，骂家长。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就差不多，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聊这些话题。对，所以你看我们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当你讲你真实讲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经验、讲自己的感受，这个共鸣，当然跟你相似的人会 get 到，对于不相似的人，也是一种传播、一种影响、一种沟通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哦，原来在他们那里是有这样的困境，有这样的问题，对吧？有这样的甚至是消解，对吧？有消解的方式，我觉得这事情就特别的有意义啊。特别有意义啊。你们觉得呢？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在线下讲的一些话题是尺度更大的，但啊，是在那当然，我对啊，去线下听你们的这个，就是对吧？少儿不我觉宜了。得对啊，我觉得脱口秀其实就是自我表达嘛，幽默只是让观众继续关注你的手段，你是想把自己真正想说的那些东西抒发出来，
然后你每15秒钟让他笑一次的话，他就会继续听。在这次节目里面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没法说出来，所以鼓励大家来多看看我们的线下脱口秀。啊，我们待会儿把那个线下咱们硅谷脱口秀的那个演出的地址那个网站放在下面哈。那个对是，对，我自己是很佩服这个制作团队的执行力的。其实我到了现嗯，场以后，我看到他们的这个舞台设计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导演，在调动千军万马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非常的 professional，这是我其实最惊讶的地方。嗯，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那些演员，就是我个人感觉那些演员实在太喜欢讲梗了，就是导演叫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先服从一下，然后就马上会讲一个什么东西来调侃。所以在现场的话，你会看到两批人嘛，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就是一丝不苟的在执行他们的任务，然后那些演员就在那里不停的在讲梗，我都有点烦了，我都觉得你们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人家叫你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了，真的有点太烦了。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吧。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能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是，真是还是挺厉害的，是有一群人为这个事情有一些付出，所以我们都要感谢他们。真的真的。所以如果明年还做吗？你们有讨论这个事儿吗？我理解是就今年吧，我理解是今年好像还会搞吧，或者第二期会出来，这是不是今年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是第二期会出来。对，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难处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至少我们这些演员吧，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从9月份录完节目到现在，并没有产生那么多的可以去这么多轮的那个稿件吧。我觉得参加节目，包括最后我返场演出，在最后那一轮讲完那篇稿之后，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对对对，不一定是我们两个回去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北美还是有不少的人，像这次有一些人没有参与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有的人上了国内的节目，有那种 non-compete，然后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忙没有办法去纽约参加2个周末，然后有一些新秀，真的是最近才拔地而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我怀疑就是说这些演员全部都换一批的话，我们可能北美还是有这么多搞笑的华人在。哎，太棒了，太棒了，那我就拭目以待吧。这个，而且这个很不容易的，就是这些费用都是从哪来的呀？我都很好奇，捐赠的吗？自他们己有一些赞助商，但是他们总体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猜应该是 net negative 吧。他们现在等于是一个 investment 的 period。以后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做成跟某一家 network 签约了，然后或者是用广告费之类的可以赚回来。对，现在是 而且 net negative。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其实跟硅谷脱口秀有关系，因为硅谷脱口秀相当于是在北美算是最早成立的比较正式的脱口秀俱乐部吧。然后硅谷嗯脱口秀它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嘛，所以基本上，其他地方开始做脱口秀俱乐部的时候，也是以这个模式做起来，就是一个挂靠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然后其实很多的演员啊、志愿者都是在美国的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去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每年有一些配捐额度，这样的话来维持这样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运行，这样一个模式做起来的。然后，后来才慢慢摸索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会不定期的办一些商业或者精品秀，会票价定高一点。但总体的思路还是说，OK，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然后像超放，包括拉风喜剧吧，他们可能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以一个商业化运作的方法去做北美中文喜剧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有线上的节目，然后也有线下的以挂超放为 title 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演出。哎，我前阵子刚去 LA 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演出嘛，包括那嗯，出演员来说是有酬劳的，然后是这样一个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在往这方面去思考，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把中文脱口秀做成一个可以商业运作的东西。
所以是不是想做成北美的效果啊？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然后，那当然能走多远，大家其实心里也没有数嘛，可能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之前没有人做节目，总得有人去做吧。做完之后，肯定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失败的，有些 learnings，至少往嗯前推了一推吧。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考虑，或者是要做抉择吧，就是到底是讲中文脱口秀和英文脱口秀。虽然我们没有展开聊啊，但是中文脱口秀和英文脱口秀的抛梗的方式和这个语境是截然不同的。你如果一个中文的梗直接翻成英文，它不一定好笑；英文的梗翻成中文也不一定好笑。所以这两个从出发点就会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华人群体在美国，呃，尤其是我们说我们是新移民这一代人，因为大家基本上参加的都是新移民嘛，对吧？可能甚至跟老一辈移民的这个文化生活环境都不一样。那其实就从人口基数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如果你讲英文的话，你的受众群体可以很大，虽然但不一定说就真的能讲的就是那么的出类拔萃哈，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像 Richard 可能英文就讲的更好一些。但这里面就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到底最后是想要什么？你是说要把中文脱口秀说好，就 serve 这3%或者是2%、1%在北美的这个 population，还是说我想有更多人能够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我的分享？那我在北美，我得选择去做一些英文的这个脱口秀的尝试。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考虑过吗？这个跟这个超放脱口秀团建这个综艺其实是类似的逻辑，就是他们就很明显，他们要立足这个华人群体了嘛。但从你们个人来说，中文和英文的脱口秀，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 Richard 更有发言权吧。所以呃，看上去你只想中文了是吧？需要你就确定了。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嘛，因为对我来说，做脱口秀这件事情从来就不纯粹。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很纯粹的说，OK，我就是要 I want to be a comedian and that's it。就我从一开始都不是这样。就对嗯我来说，我可能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中文或者说是呃简体中文的世界，对于同性恋这个群体有很多的误解和歧视存在。然后这是一个我关心的问题，并且这也是一个我想要 contribute 的一个议题。然后只是说，为这件事情做贡献的方法有很多，然后有效的可能也不多，但那么找一些符合我个人兴趣，并且我觉得 maybe 可能会有帮助的方法，最后那我选到了脱口秀这样一个形式。因为之前其实做脱口秀之前，我会说什么写文章什么之类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点开这个文章的人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你这边的人了，嗯是一个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多兴趣，或者说是反对，或者说跟很多人一样就反对，天生的觉得 A 那样的人是不会点开这样一篇文章看嗯完写的这几千字的，是不会的。嗯然后后来我是看到杨笠的脱口秀之后受到启发，因为杨笠其实她有很多的女性视角的一些段子，大家觉得哎真的很好笑，所以就会看她。然后看到这些段子的时候，一方面她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因为她跟主流的不太一样，是一个相对来说被压抑一点的女性视角去看一个世界，觉得哎所以有新奇的部分。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个视角被看到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我是受她启发，所以说我说我要去做脱口秀。那然后，并且我觉得还算是符合我的预期吧，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哎觉得我挺好笑的，然后再说哦，可能我的形象包括我的内容也好，跟他们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会不太一样，然后大家又发觉哦，其实对于 gay 来说，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包括对于 gay 来说也会有很多的苦恼，比如说去见男朋友的父母，然后真的装一个普通朋友这种事情。这是我做的初衷和初心嘛。所以说，对我来说，我问过自己我这个问题，就是我对于英文世界的人讲述我的故事，我在意吗？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可嗯能更在意的是，虽然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自己跟家里的一些关系，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用在这个时间点这一代人，然后通过我去做什么事情能改变了。但至少我觉得，可能我做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一些人，帮助他们的处境吧。可能帮助的不多，但可能有一点点。我会很关心他们的这样一些事情。嗯。而他们的话是生活在简中世界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还是得做中文脱口秀。然后很不幸的，就是我做的这种简中的中文脱口秀没有办法在国内很好的做，然后所以只能在美国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后的 compromise 后的结果吧。我觉得像真的非常真诚，不管是写那个讲段子还是分享，都非常真诚。我很感动，希望你能够在这条路坚持下去。你说的让我联想到那个小佳，嗯你知道嗯嗯哦，就是刚开始看小佳的段子，真的不敢笑啊，就是嗯说，哦，他都这样了，然后我还笑他，这好，我这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但是你就和他每一期，他自己也在不断提高，然后他越来越，你会发现他不把自己当一个病人，他讲的那些段子，而且他讲的那些段子会让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病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最后在看到他的时候，就把他当成真的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了，就已经没有最开始看他段子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力量，能够改变人们对一个看法的一个事情的一些固有印象的一个认知。我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像果。像像这个情况，我觉得黑灯就是那个有些视力障嗯，碍的那是个演员，是是，我觉得他做的可能是最远的，因为还蛮厉害的。他在他的段子很多都吐槽，比如说市政建设很多对于盲人的设置都很不合理嘛。对，然后因为我有黑灯微信嘛，然后看他也说，他也会有时候会发，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市政府，然后因为受到他那个东西启发，所以改进了当地的哦，一些盲道啊之类的设施。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棒好棒，太棒了。羡慕。但是我又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会就对我来说很奇怪。当看到小佳和黑灯的时候，我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会发觉简中世界。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一种啊，你们好棒棒啊，我们应该给你更大的舞台，应该让更大的人听到你们东西。但是，然后这是我们文明的象征。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又是那么打压，然后避而不谈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在写一个梗，我就说，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我们性少数群体是不是努力错方向了？我们就应该一开始就承认我们就是这种病，我们就是这种病。这我们病得不轻的，我们一开始承认了之后，说不定我们努力一下，感动中国都可以拿到了。你可以，你可以说你愿意接受那种 conversion therapy。对啊，然后反正我这里面就很有趣，很有趣。嗯，我觉得你说的确实是，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嗯，但是我觉得我相信哈，就是总有那么一天了。呃，因为你看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很少有趋势是可以逆回去的，只会向前走，我觉得这也大无所谓。势是不会逆回去。我现在觉得就是心态很平，就是就算没有那么一天，那你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嘛。是是是，我希对，望上的梦想是有一天他这个前提不再那么 interesting。他讲这个对前提的时候，大家就说我 so what？对，对，就像我看到小佳讲段子一样，我已经很 normal 了。我看他就像看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了，已经。嗯，我那篇后来很可惜没有剪进最后那一集的那个稿子，最后他是我 I have a dream 嘛。然后我最后的我说我有个 dream，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不用再去讲 gay 的脱口秀的这些故事。然后我当时当然有喜剧效果嘛，我说原因是因为一讲 gay 的故事我就得穿那件衣服。然后真的那个周末为了讲这些东西，我那件衣服3天没洗都快发臭了，我跟你说。我的 而 dream 就是且哪天可以把这个衣服给烧掉了。
穿这件衣服它不显身材，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那边健身，但穿件衣服根本看不出来。然后但又对我来说有那么多更需要被讲的东西要说出来。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年很早的时候，我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有一年回国，然后去报一个开放麦嘛，然后那俱乐部不让我讲，然后他说我这个话题是传播淫秽色情。然后那天我就很难过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坦诚来讲，就是有那么多的故事需要被讲述，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像我去我男朋友家，真的事情，我去我男朋友家，我那个旅程，我就完全冒充他的一个关系很复杂的一个朋友这样，然后有我这样的故事，也包括我有篇稿，Rachel 也听过，是关于一个最后自杀的一个 博 gay 主的内容创作者，然后他自杀之前发布的最后那个视频，他写的是"我是一个 gay，不用躲躲藏藏的感觉很好"，但最后新闻报道他的自杀的时候，把那个 gay 字马赛克码掉了，就变成了"我是马赛克，不用躲躲藏藏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是当你有这种故事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如果我有时间精力，我可以写一篇稿，那我一定会觉得这些东西才更需要被我的观众听到。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不得不只能去写跟 gay 有关的那些脱口秀。所以我会说我最后那个梦想是我希望哪一天我不用写这些东西了。但嗯，是但是在那天之前，我觉得我还是得讲下去，就这种感觉。你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压在你身上，你就一定要去做些什么。虽然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宣传一下你的专场了，就是观众听得来，都泪声俱下。宣传。再做一个专场，做个专场，那个专场叫银灰色的情，然后硅谷的可能现在硅谷试试看吧，但愿能做好吧。什么时候？3月底会有一个内测内版，测场。然后5月底会有一个正式版。好，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关注硅谷脱口秀，那个你们应该会通过硅谷脱口秀发布出来那个预告，对吧？对希望大家对对对对。及时关注啊。好，那个 Richard，你呢？你这个中英文双语的哦，脱口秀，我们简单说一下吧。我觉得这跟 Sean 一起接受采访的这个最要命的就是他讲的都非常的深刻，他会说一些非常直击人心的话题，然后我就补几句说啊，我来就是来搞笑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多笑一点，大家多捧场。但说实话，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的对脱口秀这个艺术的理解没有那么的深刻，还是比较肤浅的。我就是一个喜欢自我表达的人。然后我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的人是刚从中国来的，然后有的人就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不会讲中国的白人，举个例子，然后我就有的时候跟有些人会觉得很 close，有的人会觉得非常的 far，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读了中国的新闻会非常想要回国，觉得会有很多的机会，非常激动人心。但是有的时候又因为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让人觉得很灰心，让人觉得幸好我是住在美国这里，我看到我两个小朋友，我两个小朋友都是呃100%纯种的中国人，然后我也很迷茫，不知道他们以后到底是要在哪里发展。我想让他们教他们说中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个 motivation 到底是啥，是说以后可以回国谋生呢，还是因为这是你们老祖宗的东西呢，还是因为这个 language 本身就很 beautiful，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所以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很 confusing，但是同时我又觉得很 beautiful 的地方，就是又 confusing 又很 beautiful。所以我的梦想是，如果我要开专场的话，是既可以用中文讲，又可以用英文讲，就打破这种只用中文或者只用英文讲的这个格式。而且确实现在我觉得，中美说实话真的是现在两个巨大就很重要的两个阵营啊，在很多美国人的心里，无论这个美国人是多么受教育程度有多高或者多低，都对中国稍微有一点了解了。有的人是有提防的心理，然后有的人是非常有这个偏见的，有的人是稍微
更了解一点。但多多少少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个话题在美国这边变得越来越 permanent。就是我在美国俱乐部上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就基本上都是白人嘛，讲的也是白人，还有印度人，但是而且也有些亚裔女生，但很少这种亚裔男生，所以我上台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奇特吧。所以我上台的话肯定会讲一些跟亚裔有关的 jokes，因为不讲的话就好像例如有一个人穿的像个小丑一样到了台上，然后大家就说 OK，那你得讲讲关于你的小丑衣服的这个段子吧。嗯，所以 anyway，我的 point is 就是我觉得让美国更了解中国，还有让中国人更了解美国，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种既 confusing 又觉得很 beautiful 的 experience 怎么样呈现出来，就这样。所以你就是会坚持讲双语的脱口秀这样。对，我两个都会讲。嗯然后我们硅谷脱口秀会有第一场英文的脱口秀开放麦，就中国人用英文讲给其他中国人听，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对啊，像黄西当时也这样发家的嘛，但是黄西就 Joe Wong，他当时跑到硅谷来讲了一段的时候，我看台下99%都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一个中国人跟另哎，外一其实群中国人讲段子，但是用英文来讲。你知道什么更有意思吗？更有意思就是呢，比如说在上海有 spicy comedy，就是一帮啊、中国人在中国用英文跟英中国人文讲段子。讲脱口秀。哦，对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就很奇怪嘛，就有点像，例如说你从北京要飞不，从纽约要飞洛杉矶，但是你非要在北京转机一样，就 why？对啊，但是 somehow 就是去北京转机的话，回来以后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从北京机场给你捎一个什么羊肉那个糖葫芦 北 or 京烤鸭。something，对啊对啊，北京烤鸭，对啊，嗯。对啊，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尝试，看看大家到时候讲的怎么样吧。因为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下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很意想不到的效果。同一个笑话，你用另外一种语言讲的话是不 OK 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嘛。我们看英文的脱口秀的时候，我们看什么 Dave Chappelle 啊，什么Ricky Gervais 呀，什么 Louis C.K.，我们就会觉得有些话题是可以讲的，有些话题讲出来的话，我们已经被 trigger 了，就是大家都在笑，我也笑一下，对吧？你如果翻译成中文去讲的话就不 work，因为你这个 Exactly。因为那个 data 在效果那边和在中中文的云里面是没有的，大家都没有笑，那你也不应该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很期待，这3月8号很快就要，我不知道这个咱们什么时候播出来，但3月8号我们会有一个英文的脱口秀，呃，脱口秀开放麦，中国人讲给中国人听，没事，我应该也反正把会有老外过来吧？也会有老外来演出，然后到时候应该也会有老外来买票看，我觉得，嗯，对啊，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算是老外了，我们才是老外了。你看，这就是中英语境的一个区别的问题。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认识一些会讲中文的印度人，举个例子，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在讲英文脱口秀的时候，会讲到自己会讲中文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给告诉其他的白人听众，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葩。对啊，对啊，那个印度人的段子是他说，每一次他跟白人说，嘿，我现在正在学中文的时候，那白人就说，哇，你是不是 Are you learning this to hook up with Chinese girls？然后那个印度人就说，Okay，but yes. First of all, yes. Second of all, uh, are you learning are you learning C++ to hook up with Indian guys?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忘了。呃，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这一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立场和一个视角，然后讲他的视角分享给所有人看，这样你就会看到所有人不同的视角，然后你就会看到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仅仅只有我一个视角，而且这个视角是以非常有趣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让所有人都变得更容易去分享、接受和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就特别的美妙。只是你说的一群中国人讲英文脱口秀给中国人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视角，
这是很有意思的视角。对，我因为我我有个发现，就是我觉得脱口秀可能分两种，对于我来讲是分两种，一种就是他讲的东西是他表达的观点是其实你已经知道的，只是他更强化你的观点。他说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像举个例子，例如我是怎么说呢？想一个什么话题？例如说我特别嗯，例如说我特别讨厌坐飞机吧，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跑过来就说他坐飞机有多么的倒霉，他觉得那个机舱有多么的挤，然后那个洗手间有多么的小，然后空姐还有那个空乘多么的那个 rude 等等。OK，我就觉得很棒，我又拍手叫好。另外一种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你不熟悉的，或者他的观点是其实跟你相反的，但是他能讲到你觉得哇，好像 OK，that makes sense，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你把我给说动了，I change my mind。我觉得这两种脱口秀都很有意义，但是后者更难，嗯，你知道吗？因为我去看过一些脱口秀，就是他跟我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没有觉得好笑，所以我没有被 move。对啊，对啊，就说那些人，他们对于他们的群体来讲的话，是他们很喜欢，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同样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立场，所以他的我跟他的观众，但是我跟他们观众不是一个同样的立场的时候，我听着听着我就觉得，Yeah，I don't agree，sorry，就会把它关掉了。所以我觉得，要是有些人他们可以想办法，那个怎么样把这个脱口秀讲给people on the opposite side，来，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很 common 的东西，大家都 get it，慢慢建立这 credibility，突然一下重拳出击，就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在我笑的时候把他的价值观给接受或者理解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觉得也很难。我非常同意 Richard 这个说法，因为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的话题对于绝大多数的听众来说都不是一个直接可以共情的一个，就是说，哎，我也这么觉得，很少。然后甚至我有个梗，有些时候我在场上也会说，我说就坦诚来讲，我那些段子可能对于真正的 gay 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好笑，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稀松平常的事情，或者是没有那么辛辣的东西，然后我是说嘛，说接下去我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围有哪个男生他没有笑的话，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是一种沟通的感觉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生活体验，绝大多数的观众都没有，包括我很多跟我的 gay 的朋友聊的话的时候，我们会默认一些事情，然后但是比如说听众就是会，如果我需要 figure out 普通的听众哪些东西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得额外交代那些东西，大家才会听得不会那么 confused。比如说我在节目上面讲，我说我去看 gay 片的时候，然后旁边有那个性感美女，让我觉得非常 annoyed。然后一开始讲的时候，其实普通观众很多是不能够理解，说，哎，有个性感美女又怎么样呢？她这不是挺好的吗？然后你需要去额外的去描述，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你那种因为你的特殊身份，所以感觉到那种不适和尴尬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最后 eventually 大家很难会被一个道理说服。我觉得更有力量的是，大家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角度感同身受你，觉得虽然我们表面上是不同，但是 eventually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Eventually，虽然说你可能没有体会过，你对象的见父母的时候，你可能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周围的朋友需要去装作是不认识的。其实还有一个嗯，梗，但那个梗不太好笑，所以我没有在节目上没有讲。我就说在那个春运火车上面，我在那边背稿嘛，我在那个背我那个人设嘛，我就说在那个场景下有两种人在准备，一种是要像我们这样要装作路人的情侣。还有一种是要装作情侣的淘宝上雇来的那种应付爸妈的那种路人，就这种生活体验，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听众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你可以进入我的故事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想象说，如果你是我这个角色，在这样的场景下，就是一种又担惊受怕，又觉得这个场景很荒谬，然后同时又觉得有点难受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包括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我看的不是段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跟脱口秀的那个我对脱口秀理解非常相似。他是说，嗯，
它是一个知乎问题，他说如何理解美国大选的红蓝州的对垒？然后那个回答说，你就想象上海，上海各个区分成红区和蓝区。比如说传统的老上海人住的比较多的什么徐汇区啊、静安区，就是上海的黄浦区、红区。然后比如嗯说新的那些高新园区，比如说什么张江啊、什么浦什么东新区，这种地方，浦东新区就是蓝区。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红区的一个老头，一个老爷叔说，我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嗯然后包括有些人，就比如说他的政策可能说，哦，我们不能让更多的外地人来进入上海了，我们应该把他们排除出去。然后，比如说这是红区的政策，比如蓝区的是说，上海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全国的人过来，然后支持国际化大都市，有这些国际化大新的都市，移民，嗯，对，包括一些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做服务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对我来说，其实我们都是移民嘛，所以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难去共情那个所谓的红博这样的一个人群。嗯，但是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上海人，所以他这么一解之后，我就想，我靠，我妈不就是个 明白了，Karen 吗？嗯，所以太好了，你看，这真的就是沟通交流的意义，然后尤其是通过脱口秀这种形式，让所有人都能够容易的去接受，在这个笑声中接受对方的这个立场和观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最大的价值。好，今天非常高兴跟两位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从超放脱口秀团建聊着聊着聊到了。两位对脱口秀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非常深刻，我也就是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两位。那我这里就祝两位接下来的表演，一个是这个英文专场，一个是像杨王的这个个人专场，能够取得成功啊！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支持我们本地的硅谷脱口秀的表演。好，那那谢谢桌友，谢谢啊，今天因为谈的很多，谢谢你组织今天的谈话。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主要是谢谢你们能够有这个真诚的分享，让我们又对于本地的脱口秀了解了更多。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好，谢谢桌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拜拜。好，好，大家拜先这样，拜，好，拜拜。拜拜。